它洗澡它也叫打油啊，还是什么呀？有没有上海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话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火焰君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？家乡煎肉饼。这个家乡煎肉饼，所谓的家乡是广东啊。我们介绍一下食材。肉饼一定要有肉啊。我们买的这个猪肉馅儿，这是3分肥7分瘦的。鲜马蹄我们已经去了皮了。香菇，这是我们胀发好的香菇，一定要用胀发香菇啊，用鲜香菇我个人觉得差一点意思。然后这个我们泡的一个花椒葱姜水，还有姜，这个是蒜蓉辣酱，这个我们不入菜啊，这个是我们吃的时候的一个佐料。其实说这个家乡煎肉饼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有一点小瑕疵啊，这个瑕疵在哪儿呢？就是缺一点土油，土油就是干制的鱿鱼啊，然后再给胀发之后放在肉饼里，实在是没有买到土油，但是不影响我们这道菜的烹制方法啊。如果要是有咸鱼呢，你其实也可以放一点咸鱼粒或者咸鱼蓉进去。那我们就开始制作了。那我们现在加工食材啊，就是先切点姜末，姜末就是直接给它切粒啊，然后先切片，再切末。甚至这个我觉得也不用拍了吧，我们切过很多次了。先切片儿，再切丝儿，再切粒儿。对，原则上其实我们要葱姜啊，但是葱我们为什么不放呢？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那个蒸肉饼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放了葱进去的。要是放葱花的话，一煎这个葱很容易发黑，就是影响我们整体肉饼的美观。所以我们只放姜末。葱呢，我们泡了一个葱姜花椒水，待会儿我们打这个肉馅的时候，我们用葱姜花椒水打，这样就可以完美的避开了葱的问题。我们选一个大点的器皿啊，待会儿我们会在这里打肉馅去。下一步我们切这个胀发好的香菇，这也是切粒，我们也是先给它片成片儿，蒂什么的这个都不用去啊，就直接都给它切到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切丝可以粗犷一点啊，没事啊。然后切粒，就是我们在北京啊，其实很多粤菜的食材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好买，知道有卖的，但是离我们有点远。下次试试，专门咱们去一次，咱们拍一下，好不好？西园里菜市场我觉得应该有。好，这个不用切太碎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也一起放在碗里。接下来切马蹄粒，大家回看一下我们蒸肉饼呢就知道啊。其实我们这个马蹄粒可以也是先切成片儿，然后再切成粒。我们先把它压碎也一样啊。你看，就是我们在压的时候，这个马蹄的水分很充足啊。剁完了粒之后，我们还要把这个水给它挤出去。如果不挤的话，它放在肉饼里边融合在一起，会出水。马蹄粒的放入会使我们的这个肉饼更加的爽脆，一吃进去，你看这个肉是非常嫩的，你再吃到了这个马蹄的这个嘎吱嘎吱的这个脆感，非常美妙的口感。哎，把水给挤掉，尽量给挤干。你看，这样我们也一起放在这个碗里。基本上我们的食材加工就完毕了啊。然后我们把肉馅儿一起倒进来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打肉馅儿啊。打肉馅儿之前，我们就拿这个碗就放在砧板上，我们垫一块布啊，作用其实就是让它不来回晃动。下手了，甚至不戴手套啊，因为要是戴手套会感觉不到这个肉的这个细腻感。打肉馅儿，你看这个感觉算打吗？甚至摔呀，嘿，你看你又换了一词儿，打，摔摔打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你不能跟我这儿吊腰子，摔摔打打，就是这意思。我们现在呢这一步的目的呢，除了要让这个肉馅儿加味道之外，我们还要把它相对打一点劲儿上来，让它更加的爽嫩。你看，就是现在你能看得出这个肉馅儿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粗糙，对吧？打完了之后，就是待会儿我们再看，就是这个肉馅儿会很细嫩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放一点点料酒啊，料酒如果要是按勺来说，放1勺就够了。然后我们用手把它给抓一抓。吃过潮汕牛肉丸吗？吃过牛丸啊，就是一样，就是一个道理。手打牛肉丸，你看周星驰那个电影手打，像乒乓球一样弹起。其实那个多少有一点夸张啊，但是真的它会很弹。有机会我们也手打一回牛肉丸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打牛肉丸那天你带个乒乓球拍子，咱们看试试行不行。
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放一点点盐啊，大概1/4勺吧。我们为什么先放盐？其实这个盐的作用呢，除了它会入味儿之外，尤其是在打馅儿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就是打这个所谓的肉啊，或者是鱼，或者是虾，打鱼胶或者虾胶的时候，盐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凝固剂的作用。花椒、葱姜水，老规矩，我们这个水要循序渐进的打入，加入这个水的目的也是让最后我们打出来的这个肉馅儿更加的细腻、Q 弹。我现在是逆时针啊，如果大家要喜欢顺时针都可以，但是你从一开始要是逆时针就一直逆时针，一开始顺时针就一直顺时针，不要一会儿顺一会儿逆，这样所谓的打进去的水就全都出来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摄影师你用词准确呀，确实是在摔哈，这个摔的力量可以大一点啊。我去，躲什么呀躲？现在就要特写，来啊！什么感觉？太有劲儿了。哎，我以为你要说我很辛苦。我们现在加第2次水啊。好，搅，然后摔。我们也不说打了。哎，那你说上海人说洗头为什么叫打头啊？不知道啊。还是听那个侯宝林那个相声，打头。他洗澡他也叫打油啊，还是什么呀？有没有上海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话怎么说这个洗澡？洗头是不是叫打头？摄影师，你会说上海话吗？就会一句什么？不合适。什么叫不合适啊？不合适说出来。不合适，你看我们学任何语言，你看都是从不合适开始学的，不用学。你说这也神奇啊！我们现在这加的第3次水了，感觉这个馅儿是不是越来越细腻了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半勺的蚝油啊。接着打，这个时候你看，就是这个感觉啊，它不往手上沾，但是它能弹起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半勺蚝油，我们再来1茶匙的味极鲜，加完之后我们再给它打匀。好，基本上看这种状态，我们这个肉大概是半斤左右啊，我们加半勺的生粉。加完生粉，先给它轻一点和进去，然后再搅，别一下一搅，这粉就全都飞走了。那我们现在再加1/4勺的糖啊，提一下鲜，再来一点点胡椒粉，胡椒粉就适量了啊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感觉搅不动，哎呀，走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别拍了。我是想说什么呢？在这种状态下，我觉得就是像这么摔，再大概摔100下吧。100下啊，我说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不拍了，你来摔一下吧，100下，现在还差99下。OK， 快。吴老师，我有事儿。不拍了，让我摔，真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这要让摄影师摔这个，一会儿告诉我没电了，一会儿告诉我麦坏了。好，100下是开玩笑啊，基本上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哎，现在看一眼这个细腻度，待会儿你尝尝吧，真是。必须尝尝。这个不能打包啊。现场就炫完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煎肉饼。我们先把煎锅烧热，煎锅烧热，我们倒入植物油啊。我们试试这个煎锅啊，其实我也是拿这个煎锅第1次煎，以前都是用我们的炒锅煎，但是我觉得煎锅一下能多煎一点，因为炒锅锅底的面积没有这么大。哎，摄影师，你觉得你看就是这个肉饼，我直接放里边，你会什么感觉？挺好，煎一个直接带走。我带，你真的你这个，哎，不像话啊！那我们现在要煎的这个肉饼呢，就是其实有点像丸子的感觉啊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就是这个一个肉饼基本上就是这么大啊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其实有点像汉堡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压一下。我们这个煎锅已经热了，哎，放里面。好，大家可以先挤一个类似于丸子似的，这个大小就差不多就可以啊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啊，就是一定要小火的状态。这第6个怎么办啊？没有那么大了，吃了呗。那我们再煎个小的，来，
这个就小一点。大家真的是可以随意啊。我们这个肉饼煎的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大的，然后你看最后馅儿不够了，那我们就有一小的。大家要是喜欢的小的呢，也可以都煎成这种小的啊。晃一下锅，你看，很明显啊，下面已经有点定型了。我们可以用铲子压一下，压一下它这个肉饼显得更大。我们这个肉饼也是比较厚的，吃的着实。现在我们翻一下面，这个感觉怎么样？色泽金黄。翻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压一下它啊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肉饼充分的熟透。现在一直是小火的状态，大家看一眼啊，现在感觉这上面是不是有黑点儿？是。这黑点儿是什么呢？我猜是菜。这是我们刚才放的那个香菇啊，这个并不是我们那个葱。如果要放葱，也是黑的，就是糊了。这个肉饼真的，人家广东人就是实在啊。咱们这个北方人这个吃个肉饼还有面，人家这个直接就是这个纯肉，基本上这个3-5分钟吧，就是5分钟左右就应该是可以熟了。现在我们看一眼成熟度，其实这个一份儿呢，就是一般我们就给4个啊。今天让摄影师打包一个大的，小的呢我们看一样感觉。我现在把这个小的这个给它切开一下，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切得动啊？哇，可以。来感受一下这个切面，能不能感受得到？能。哎呀，我尝一尝吧，是不是？我先替你尝一尝啊。非常的嫩，鲜马蹄的这个脆感和这个肉的这个内感，嫩感啊！你看我香的都不会说话了。来，再蘸一点我们的那个蒜蓉辣酱，肯定，哎呀，太完美了。好，现在开一下大火。好，我们出锅了啊！来，其实我们的这个装盘也非常简单啊，就是直接放在盘子里就行了。我们一份呢，真的就是给4个啊！来看，家乡煎肉饼成功。那我们为了完美一点啊，就是我们再围一个盘子的边儿，这个感觉也可以啊。其实这个香菜作用也不太大，反正但是这样会感觉好看一点，对不对？有情调。有情调。哎，最后千万别忘了啊，我们的蒜蓉辣酱，这个蘸一点蒜蓉辣酱吃，尤其的完美。这个家乡煎肉饼今天就成功了，别忘了要蘸上蒜蓉辣酱吃。你学会了吧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给我们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明天见。